本片由亚洲大众偶像裴勇俊加上韩国实力派背景演员孙艺珍的组合，而本片正是孙艺珍演艺生涯中牺牲最大的一部电影。她首次挑战裸戏，加上一波三折的剧情，可谓是看点十足。好了，我们一起看片吧。男主任叔是一名舞台灯光师，这天他正在工作时，突然接到电话，妻子在出差路上出了车祸。任叔急匆匆赶到了医院手术室门口，妻子正在抢救中。焦头烂额的他失魂落魄地坐到一旁的长椅上，而在他的旁边坐着的是黯然神伤的淑英。淑英的丈夫也遭遇了车祸，凑巧的是任叔的妻子乘坐的就是淑英丈夫的车。警方将两人叫到警局，将车祸现场的私人物品交给他们。两人在拿各自家属的物品时，发现了一个避孕套、一部相机以及2部手机。淑英在相机里看到了一段视频，里面的内容让她心碎不已，竟然是丈夫与任叔妻子的开房视频。为了便于照顾家属，任叔与淑英都在医院附近的旅馆住了下来。两人在旅馆的走廊遇见，气氛一度尴尬。傍晚，两人再次相遇，外面下着大雨，两人站在门口等了3会。任叔告诉淑英，自己在妻子的手机里看到了妻子给她丈夫泡沫游戏，而淑英也把那部属于任叔妻子的相机交还给了他。任叔看了相机里的视频后，悲痛万分，他甚至希望妻子干脆死掉，一了百了。警方告诉我们，这次车祸还撞死了另外一个人，因为无法确定谁是驾驶员，只好让双方家属一起去参加死者的葬礼。他们来到死者家中，却遭到了死者家属的辱骂，不仅是被绿了，还要为这对狗男女背锅。这一切让两人十分难过。淑英更是在回医院的路上失声痛哭，她不明白为什么丈夫要背叛自己，更不明白凭什么丈夫出轨犯下的错误要让她来买单。虽然知道妻子出轨，但任叔依旧尽着丈夫的义务，照顾着不省人事的妻子。这天，淑英在楼上看见任叔在院子里扔雪球，她忽然觉得这个男人挺有意思。她穿好衣服下楼陪他散步，那是两人第一次正式交流。他们从工作聊到生活，也聊到背叛自己的另一半，那种一个人无法承担的伤痛，有了另一个人一起承担，他们忽然觉得心里没那么难过了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淑英的丈夫和任叔的妻子还是没有醒来，而他们两人却经常见面。也许是日久生情，很快两人就突破界限成为了情人。淑英喜欢春天，任叔喜欢下雪，他们似乎是属于2个不同季节的人，又怎么会走到一起？他们一直为另一半的背叛而痛苦，可如今他们也成为了背叛者，这让他们的内心无比纠结。不久后，任叔的妻子苏醒了，但是语言能力还没有恢复。淑英看着任叔为妻子喂药的一幕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一方面，她明白这是任叔作为丈夫应该做的；另一方面，她又见不得他对别的女人好。医生告诉她，她的丈夫器官功能已经开始衰竭，让淑英考虑是否转到首尔的大医院去。淑英向医院询问起任叔妻子的状况，才知道男人已经决定将妻子转到首尔去。淑英从医生办公室出来，撞见了任叔，她慌乱之中说了一句：“祝你们一切都好。”随后匆匆离开。她的丈夫还是没能活下来，淑英看着死去的丈夫，百感交集。任叔驱车来到淑英家中参加了葬礼，他们互相鞠躬，却没有说一句话，两人就这样无声的道别。不久后，男人的妻子恢复了语言功能，妻子以为他并不知道自己出轨的事情，她满怀愧疚地向丈夫表示感谢。任叔对发生的事也绝口不提。淑英送走丈夫后，来到宾馆收拾当初未带走的行李。本来想离开这个地方，可是到了车站却挪不动脚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值得他留恋。任叔回到宾馆，发现女人已经退房，他不由得有些失落，却不知道淑英就在宾馆对面的餐厅，在那个恰好能看见他房间的位置上，默默地注视着他，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。淑英提起行李，转身离去，而淑英同样不知道，任叔因为她的离开，既难过又无奈。房间里，淑英送她的那盆花还在，可是人却已经不在身边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任叔的妻子试探着问丈夫，为什么不问他出车祸的原因？而任叔没有正面回答妻子的问题，他只是平静地告诉妻子，那个男人已经死了，随后转身离开了病房。
这次两人的婚姻宣告结束。与前妻分开后，男人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，直到这天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场春雪。任叔看着纷纷扬扬的雪花，想起了那个喜欢春天的淑英，而淑英也看见了这漫天的春雪，不由得想起了那个喜爱雪天的男人。也不知道是谁拨通了谁的电话，淑英和任叔再次相遇。影片到此画上了句号。这部电影讲述了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，因为另一半的背叛而相识、相知、相爱的故事。这部电影恬淡而内敛，最大限度地摒除了韩国电影一贯煽情的台词，将微妙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。一方面是对背叛自己的爱人的愤怒，另一方面自己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，道德的枷锁沉甸甸地压下来，同时却让他们有一种更想逃脱的强烈欲望。如果说任叔和淑英确实牵扯到爱情的话，那也仅仅只是后来的故事。在这部电影的大部分篇幅里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与爱情无关，更多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